俄罗斯寄予厚望的最新战机苏75绝杀，就要把自己给绝杀了。为期5天的2023年印度航空展已经于2月13日在班加罗尔举行。该展览每2年举行一次，已成为印度工业的传统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俄罗斯展示的最新5代机苏75绝杀。该款战机首次亮相于2021年7月20日的莫斯科航展上。苏75 Checkmate 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将原来苏57的数字颠倒一下，并加上国际象棋中的术语 Checkmate， 意思是将军绝杀。这样看似随意又富含杀意的命名方式，充分体现出俄罗斯人内心对该款战机的复杂期望。然而，俄罗斯这款最新的苏75绝杀，估计马上就要把自己给绝杀了。苏75在2021年首次亮相的时候，俄罗斯就高调宣布阿联酋与俄罗斯一起参与开发，阿联酋将会是苏75的首个外国客户。然而2022年的俄乌战争导致阿联酋撤资并退出该项目，同时俄罗斯的大部分资源都用在了为战争提供资金上，因此才亮相不到1年的苏75项目目前几乎处于搁置状态。如果说在俄乌战争之前，苏75能够顺利出生的机会是50%，那么如今其幸存的概率大约仅剩10%左右。面对再不输血就要胎死腹中的困境，俄罗斯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寻找下一个下一个合作伙伴。那么下一个合作伙伴会是谁呢？话说这苏75都派到印度航展上搔首弄姿了，是谁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负责军工出口的国家技术集团公司会在本次航展上邀请印度加入该项目。不过虽然俄罗斯已经发出了邀约，但是印度方面是否接招，目前的谈判进度到底如何，还都尚不清楚。以目前的形势来看，火力军认为俄罗斯面对资金困境，大力邀请印度，但印度看着这东施效颦的苏75，外加上之前被俄罗斯当凯子骗的经历，印度这次恐怕还真下不去手。我们先来看苏75的外形。俗话讲颜值就是战斗力，但苏75看起来怎么有点眼熟，鼻子下面咧个大嘴，乍一看这不就是当年美国波音公司推出的 X-32验证机吗？90年代美国军方提出联合打击战斗机计划，波音的 X-32最终败给了洛马的 X-35， 这一言难尽的外形多少也沾点因素。毕竟这两个放在一起， X-35的外形简直就是清新脱俗。而如今美国由 X-35发展而来的 F-35战机都因其短胖的体型被戏称为肥电，难道俄罗斯人凭借着独特的审美反而将更丑的 X-32的外观抄了过来？其实不然，俄罗斯人抄的并不是 X-32， 而是波音另一款更早的概念机。这样的外观看起来是不是比 X-32 那大腹便便的外形顺眼多了？该款概念机起源于美国空军的 ATF 项目，后续即发展出大名鼎鼎的 F-22。在该项目中，由于诺斯罗普的 YF-23 和洛马 YF-22 名气太大，波音的这款概念机被淹没其中，以至于连个像样的代号都没有，仅有波音 ATF 概念机这么一个直白的名称，而这也是其鲜为人知的原因。从外形布局上来看，苏75和 ATF 概念机一样，采用钻石型主翼，外倾双尾翼和单下颌鼓包压缩面进气道，甚至于进气道内同样具有分隔导流结构，并且苏75同样采取2个侧武器舱和1个大型主武器舱的挂载布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ATF 概念机是双发重型战机，并且采取单膨胀面的2元喷管，而苏75则是 F-35一样的单发中型战机。苏75充满了波音的设计语言，采取了一种与原有苏霍伊或者米高扬都完全不同的布局设计风格，这与苏57延续苏27系列布局特征的思路完全不同，同时却又大量沿用苏57的成品部件。总体上而言，苏75在设计方面呈现出一种继承和抄袭的怪异组合。就这么一架没有诚意的缝合怪战机，你说印度能看得上吗？更别提印度之前与俄罗斯联合研制 PAK-FA 项目上闹出的不愉快经历了。
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五代机苏57就是发展自该项目。当年印度在该项目中投资了44亿美元，可谓是出了研发资金的大头，并且还一度计划采购超过200架苏57。当时该战机还叫 T50， 俄方代号即 PAK-FA， 印度代号则是 FGFA。印度那时可谓是雄心满满，寄希望于俄印共同研发出一款和侧卫系列一样经典的重型五代机。然而现实却狠狠给印度人上了一课，俄罗斯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全部交给印度。在 PAK-FA 项目上，俄罗斯的想法和当年与印度合作研制苏35 MKI 时差不多，钱你来出，东西我来造，至于研发过程、系统底层设计逻辑等，那这是我们俄罗斯人的核心科技，印度你就别想看了，反正你看也看不明白，到时候大不了给你点工艺图纸，让你能自己进行布装就够了。而印度原本的想法是借着第五代机项目提高自己的新一代战机研发和制造能力，尤其是要带动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这片凯子式的合作怎能答应？当然，印度也不是傻白甜，除了想借俄罗斯的航空技术来提高自己的飞机研发水平外，印度的 PAK-FA 项目上塞的私货也不少。印度自己基于 PAK-FA 搞的项目叫 FGFA， 根据印度的想法，该机的性能应当主打多用途性能，并且印度此前在苏30 MKI 上尝到了甜头，坚持要求把 FGFA 搞成双座构型，甚至搞成并列双座这种奇葩构型。这样一来，俄罗斯人心里就不爽了，老子本来打算就是从你这骗点钱，你怎么还自己点上菜了？这么一来二去，俄印相看两生厌，共同研制五代机的计划最后无果而终。而等到俄罗斯自己的苏57研发成功之后，印度却倍感失望，苏57的电子系统性能根本达不到印度的期望，距离 F35差距较大，无法在电子设备上实现对 F35的压制，同时其隐身能力也备受质疑，被称为拍扁了的苏27。印度后续采购超过200架的计划也仅停留在了口头支持上。在印度后续的战机采购竞标中，苏57压根儿都没有竞标，而法国的阵风战机成为唯一的选择方案，在没有竞争下造就了全球战机采购史上的名场面。36架4代半战机卖出了78亿欧元的高价，单机价格高达 2.45 亿美金，一架阵风顶3架 F35。印度凭借一己之力将阵风送上全球最贵战机宝座。回顾俄印合作的 PAK-FA 项目，印度投入了44亿美金，最终研制出来的苏57却一架没有捞着不说，印度自身的航空工业也还是原地踏步。这44亿美金如果用来采购 F35， 按照8000万美元一架的单价，印度都可以直接买到50多架，可以说这钱花的简直血亏。有了之前共同研发 PAK-FA 的惨痛教训，换作你是印度，你还会和俄罗斯人合作吗？况且印度连苏57都没看上，会看上低配版的苏75吗？当然，在俄罗斯的宣传中，苏75可不是什么低配版。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德米特里·舒加耶夫就表示，苏75的公开性能已经达到甚至超越外国竞争对手。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他所说的对手明显指的是 F35。然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直到2023年，苏75包括地面测试机在内的首批原型机的制造工作才刚刚起步。这意味着这款战机甚至都算不上是半成品，而是一个彻头彻尾还停留在纸面上的理想化模型，最早也得等到2024年才能首飞。好家伙，俄罗斯这才刚造了个模型，就远超 F35 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苏75已公布的参数到底是几斤几两。前面提到了，苏75就是波音和苏霍伊的缝合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苏75在外形上与波音的 ATF 概念机高度相似，这种布局方式在长细比和容积的选择上比较自由，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可以满足速度等基本指标的方案。尤其是这个通过进气道的向上弯曲、机身侧壁外倾和延伸的后体边条，可以形成一个较大的机腹武器舱和两侧狭长武器舱的空间。
这种形式的武器舱空间可以最大程度上沿用苏武器的主侧武器舱技术，同时又独立于机翼机身主传力路径之外。位于边条下的侧武器舱和位于机腹下的主武器舱均可视为主传力结构外的附加结构，避免了苏武器由于武器舱侵占横向船载高度，被迫在2个武器舱之间密集布置了大量加强框的结构设计困境。另一方面，从已公布的苏75模型的机翼、尾翼、座舱盖和雷达罩等部件的尺寸形状来看，苏75又大量沿用了苏57的部件，较大长细比的机身，升力相对较小，可以匹配较大的机翼面积，但是可能受侧面平行等因素的限制，似乎苏75的外倾双垂尾并不能够提供足够的俯仰力矩，以至于不得不在后体边条的末端设置了边条机翼作为俯仰控制的补充。在雷达隐身性能方面，同样存在类似的矛盾点。苏75在隐身设计的一些细节处理上要比苏57更细致，但实话讲，苏57的雷达隐身指标要求本来就不高，其隐身处理可以说是相当粗放的，只达到 0.1 到1平米的量级。而苏75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仍然采用苏57的球面设计，后体边条襟翼使用了与 F35 相似的柔性封檐结构，而机翼的襟腹翼却仍然沿用苏57粗放的自然断面。引擎采用的是土星30发动机，是未来苏57变体苏 57M 的标配发动机，性能参数上依旧不及 F35A 配备的普惠 F135。在航电系统方面，苏75也大量沿用苏57的设备，除有源相控阵雷达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是苏57的原装配置。毕竟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也就是苏57上面的系统。在机载弹药方面，根据俄方的宣传，苏75的3个内埋武器舱共可携带5枚空导弹，很容易推断出其配比为2个侧武器舱内各携带1枚，而机腹主武器舱内挂载3枚。至于弹药种类，则推断为2枚近程弹、3枚中程弹。原因是机腹主武器舱内挂载近距空弹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典型的近距空战中，当载机为争取发射角度，将升力矢量指向目标时，机腹下的武器很难获得指向目标的上视角。例如 F35 就试图发展舱内伸缩挂架来挂载近距弹，但目前来看基本已经停滞。苏57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而苏75的侧武器舱门虽然很长，然而其由机体限制了侧武器舱前段的高度，因此不太可能挂载中距弹。从定位方面考虑，俄罗斯也不太可能允许为出口设计的苏75携带超过苏57的中距弹数量。综上来看，就能判断出苏75的空战性能。其与 F35 相比来看，首先是相控阵雷达在参数方面落后于 F35 配备的 AN/APG81，而对空专用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如果按苏57上的作为参考，其迎头探测距离仅45千米，在超视距空战中很可能用不上。雷达隐身能力方面，苏75的全机雷达散射截面积相比苏57不会有很显著的提升，与 F35 的 RCS 存在数量级的差距。发现距离的差距将赋予 F35 先发制人的优势，从而可以完成先制导并脱离。反之，苏75将陷入规避还是反击的困境，尤其是当第15生产批次的 F35 使用侧梯挂架挂载6枚 AIM-120后，多1倍的导弹数量使 F35 拥有多次发射反复攻击的机会，而苏75较少的导弹将使飞行员更难以决策。因此，苏75顶多也就欺负一下4代机，和真正的5代机对决还是难以匹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印度，你愿意与俄罗斯合作研发这么一款缝合怪战机吗？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